自皇后离宫，种种下雨之象频频出现，足以证明皇后不在，风雨便来呀！皇后驾到！皇后驾到！皇后请安！陛下圣安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皇后既已在此，看皇后登坛，是否如淮南王所言，天不降雨？请皇后为百姓，为社稷，尽快离开祭坛。我已请得天神，即将降雨。若皇后出现，激怒了天神而甘霖断绝，岂不是害苦了百姓？皇后于心何忍？是啊，快走，请走，请走吧，快走吧，皇后，请走吧。若我离去能换风雨，我绝不久留；即使以我性命能换甘露救万民，我也绝不苟活。但风霜雨露非一个计里能变，我乃皇室中人，也绝不容许有人妖言迷惑众生。天要降雨，非我一人能阻；天不降雨，也非你淮南王一人能变。今日你我就在此，以天作证，看看孰是孰非。愿上苍保佑我大汉子民，不祸于神鬼。我愿在此雨中同忧同欢，一同恭候甘霖，牧我百姓。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。还请皇后速速下坛，让我再求太医。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啊！你快走吧，别在这儿了！你们闭嘴，皇后在求雨呢。走吧。天地大好，别下雨。无论苍天降雨与否，朕都是你的天，朕会护着你。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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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。苍天，请先别降雨，待皇后走了以后再降雨。帮帮我的娇儿啊，苍天！这雨下得及时，持续下去，灾情必得缓解，真是天佑汉室。最及时的，
是姐姐赶在下雨前登坛，破了灾星之说。那淮南王也真是狡猾，一见到下雨，便即刻跪地谢天。就是啊，好像这雨是他求来的。他自说自话罢了，皇上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哎呀，喜娘，你当上了将军的外姑，果然不同啊，事情看得更通透了。怎么比得上你呀？忽然饱读诗书，天文地理样样都懂，就凭一条蚂蚁路就知道大雨要来，真是神机妙算呢。哎，你明明是在夸我呀，怎么语气听起来像是讽刺呢？夸得那么不甘心呢？这次啊，我们真是拜服易叔叔呢。如果不是易叔叔，刘安的计谋就得逞了。不但皇后会成为灾星，连皇上的名声亦会受损。如今姐姐能转危为安，全仗易大叔了。哎，能转危为安，全是因为皇后心善，上天有眼。全仗易叔叔机智，以刘安之矛攻刘安之盾，用他写的天文训，让百姓看清事实，免于迷信。别再夸我了。其实呢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功劳，怎会全仗他呢？卫青上坛拖延的刘安祭天是一功，还有段大人保驾护航，及时将皇后送到祭坛那里。还有皇上呢，英明决断。我禀报说要下雨了，皇上便即刻部署一切，使刘安一败涂地，痛快。还有我呢？你有什么可以邀功啊？我和佳儿一直呐喊助威，说皇后持伞，天降甘霖，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，喊得声嘶力竭的，还拉着其他人一起喊呢。卫青，你说是不是应该记一功？好了，你们个个都有功，皇上一定会牢记的。皇后白敏来报，说皇上召见。陛下，皇后来了。陛下圣安。参见陛下。都平身吧。先前委屈你了。有陛下英明部署，和大家协力相助，不但臣妾保住了清明，连万民也不受迷惑，臣妾不觉得委屈。段宏、卫青，你二人的功劳，真要好好赏赐。臣不敢。陛下，此次最大的功劳，应该归于易叔叔。易寒确实立了大功，若非你及时发现重蚁异动，风云变化，恐怕皇后就担了污名，汉室尊严都难保了。小人不过一介草民，只是有些民间的小智慧，能够看出天降甘霖，也能够看出帝后同心。难得你不鞠躬，但原来民间小智慧，也有干石心经和淮南子天文训。你虽是一名厨子，但学识渊博，深不可测呀。回陛下，草民只是学以致用，并非深不可测。无需谦逊。满朝文武大臣，竟不及一个厨子。看来你也非厨子这么简单吧？朕欲赏高人，但越想越不明白，高人已在皇后身边多年，为何不趁机相助于朕？难道是朕愚昧，或是朕的仁德不足以让高人效力？陛下，小人只是区区的……不用辩白了。这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不为皇帝所用：一是逃避刑责的犯人，二是包藏祸心的敌人。说，你到底是哪种人？多年来潜伏皇宫，居心何在？易寒，答话！你到底是逃刑犯人，还是朕的敌人？小人不是敌人，是罪人。罪人？小人自觉罪孽深重，没有颜面自报家门，更愧于效力皇天。你有何罪？小人早年得与恩师传授医卜星象、天文地理知识，只怪小人年少气盛，自恃天资聪明，又得恩师眷顾，与师兄斗法险技，
虽大胜师兄，却连累恩师受怨，被师兄害死。技不如人，就怨恨杀人，地方官员都不管的吗？罪人不敢欺君。师兄事后虽受诛，但毕竟恩师是因小人而死，所以小人从此起誓，以后隐姓埋名，与世无争，并以火烙之印明志，以切肤之痛，时刻提醒自己。陛下，臣妾愿担保奕寒为人。臣妾儿时已与奕叔叔相遇，得其不争不显、不露之慧。此后安身立命、待人处事，皆以此6字为依归。不争、不显、不露，确是皇后言行态度。如此说来，皇后统领和乐后宫，奕寒也有提点之功了。小人不敢，皇后本性仁厚，何须小人提点？这只是皇后谦虚敬老之词而已。陛下，奕叔叔不只教臣妾处世之道，臣妾深知得蒙帝宠，也得助于奕叔叔。当年水灾后断粮，皇后小小年纪，却将仅有的蒸饼相赠，救小人一命，舍己宜得，叫人折服。多年后重遇，皇后谦厚如昔，而且更见贤惠，适逢陛下驾临侯府。小人见陛下神色有情意，所以你就以一立国府，助我显身于陛下。国仆能助的，是舍身为他人者，显其贤德于陛下。只因小人深感皇后之贤，若能在陛下身边，必是万民之福。当日我出宫，奕叔叔赠我挂饰，好让陛下发现我，留住我。陛下，奕寒不止帮皇后，也教导臣各种行军为将之道。臣远征西域，可以因地制宜而取胜，奕寒也是有功劳的。你方才说要与世无争，可为何要留在宫中多年？当年奕寒仅为平凉侯府的厨房管事，是公主为了帮姐姐才把他引荐入宫。留在宫中，绝非奕寒本意。陛下，皇后早年在宫中屡遇危难，相信奕寒是为守护皇后而留下。陛下，臣妾亦敢担保，奕叔叔这么多年照应臣妾，绝无邀功之心，更无争权显明之图。你们都不用说了，你自己说。一切皆只因小人与皇后有缘，愿为皇后分忧解困，以报当年救命之恩。本来皇后母仪天下，小人以为可以告老而去，却与皇后遭奸人所怨，背负恶名，小人只好为世登坛。陛下，奕寒虽隐瞒身世，但臣敢担保，他对陛下忠心。这次若非奕寒洞悉淮南王诡计，并及时登坛揭穿，皇后恐难洗不祥之名。这次奕寒洞察先机，确实功不可没。既然你熟知天文，朕就封你为太史令。谢陛下隆恩，但小人只求皇后免于奸人所陷，百姓远离迷信蒙蔽，能稍减小人为世之咎，戴罪之身实在愧受封赐。恳请陛下，让小人继续做一名小厨，一赎罪孽。既然你不要功名，朕就赐你宅邸，让你安居乐俗。谢陛下圣恩，小人感激不尽。可是皇后、魏将军与段大人均待小人如同家人一般，居宅福地，又怎比得上与家人团聚？好，那朕就赐你宗籍，除了交方殿住处之外，再命卫青与段宏于府中为你辟事，让你自由进出居住。臣领旨。谢陛下宽仁体谅。
再赐你千金。陛下，叶寒并非贪利之人。陛下恩赐，一寒拜谢。小人并非贪图赏赐，只是天灾民困，小人欲以陛下赏赐，救助孤苦，求陛下恩准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心，朕就赐你长者之号，再赐善骑安车，并按汉例赐你一盖，以示有功，让你家在善之余，奉旨济世安民。一寒代天下百姓，谢陛下圣恩。安民有功者，朕不会领赏；但祸民生乱者，朕也不会轻易放过。启禀陛下，淮南王刘安带到。罪臣刘安向陛下请罪。请罪？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动摇民心，你请的是哪一条啊？臣自负精通黄老之术，略识天文，梦中又得仙师嘱托，为救千万黎民，所以一时情急，闯下弥天大祸。如今一场大雨，犹如当头棒喝，臣自知罪重啊！你确实罪重，足以让你身首异处。陛下仁厚，淮南王虽然有罪，但毕竟是为黎民百姓啊！臣恳请陛下从轻发落。丞相之言，臣不敢苟同。若人人以救民为由，触犯法纪，那律法何用？淮南王既犯死罪，不依法论刑，何以正朝纲？陛下，罪臣修道着书，一心为民谋福祉，自离淮南，只身入京求雨，虽无不轨之心，但以报必死之志。所幸天赐甘霖，民生得保，陛下与皇后生育得彰，罪臣死而无憾，臣甘愿伏法。好，既然你认罪领死，朕成全你。来人，且慢。陛下，孟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臣虽一介武夫，也曾幼承庭训，知道即使出将入相，也要以民为先。淮南王虽未遵守社稷纲纪，冒犯天子皇后，却有恩于民，望陛下三思。段大人乱借圣贤之言护短，实属荒谬。民为贵，所以要以法保民安民。若违法不成，先例一开，他日更多无法无天之事，只会伤民害民，更甚。家父常言，人谁无过？法理之中也允许将功抵过。淮南王素来贤德，护民之功罄竹难书，足以抵一次鲁莽之罪。陛下，淮南王以性命作注，可见其为民之心呐。况且淮南王年岁已高，只身入京又劳碌病弱，故云老小不当行，请陛下赦免其罪。好一句老小不当行！淮南王刘安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论罪当斩。乃念一心为民，赦其死罪，着令即日离京。谢陛下圣恩。孤念刘安年迈，不宜长途奔波，此班纠同帐，以示老者。特准在淮南安享晚年，无需再入朝觐见。谢陛下。大王，车马已准备妥当，大王可以启程。皇上口说无需觐见，实则
是不准我再进京。寡人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登寺城楼，还请段大人见谅，让寡人再多看几眼长安吧。大王真乃性情中人。段大人不畏天威，为我说情，才是性情中人。段大人仗义直言，请受寡人一拜。哎，大王请起，段宏不敢当。其实，段某为大王说情，非因大义，是为思念。段大人有何事，请说。敢问大王身上的琥珀小兽，可有来历？段大人是指这个？这事物似曾相识。家父也曾有一个相似的吊饰。是吗？难道寡人与令尊也有前缘？可惜寡人即将要走，无幸拜会令尊呐。段某早年因天灾逃难，与家父失散，段某也期盼着能再会老父。大王可曾记得好几年前，你曾救过一个男子？那人正是以此物相赠，以报救命之恩。那人与我年纪相若，如今想起来却与段大人同姓。是来自平阳县吗？正是平阳县，果是前缘呐。多年之后，此物归回他儿子。寡人来长安，原来冥冥之中是为你而来的。请问家父身在何处？当年这位兄弟身中剧毒，奄奄一息。幸亏大王试尽各种解药，又亲制豆腐食疗，为其解毒。曾听说淮南王孝义为母调制养生之食，没想到家父竟有幸异常，还因此得救。可惜呀，他康复之后留下此物便告别，如今不知所踪啊。我记得当年段兄弟说过，会定居淮南。哎，段大人，大王是家父的救命恩人，当受一拜。家父既在淮南，段某请求大王相助寻找，让父子团圆。快请起。段大人放心，寡人一定尽力替你寻父。淮南王恩情，段宏没齿难忘。段大人孝义动天，只要有我留安一日，一定尽力遂你心愿。只怕寡人此次回去也是自身难保，到时有负所托。大王何出此言？天危难测，如今皇上才怨我。今日赐我铜杖，不许进京，难保他日赐我毒酒，不让我活命。到时候为向皇上表达忠贞，寡人也只有束手待毙。大王一心为民，却因此次闯京，被皇上误会了。大王虽无叛逆之心，但有兵将城池，也是护身之道。段大人何出此言呢？朝廷准备颁布推恩令，取消爵位封地由嫡长子继承之令，准许藩王分封城池土地于其他子孙。只怕推恩为名，削嫡弱藩为实。多亏段大人提点。段宏多言了。堂堂一个郎中令，据说还是皇上的宠臣。嘿，没想到居然是个蠢材。大王三言两语就让他信以为真了。这有何难？与他相遇是天赐良机。一个小挂饰竟与他父亲拥有的相同。我只是顺势编造与他父亲的关系。哼，骨肉亲情，凡人难断呐。更何况他与父亲失散多年，情之所至，当然属于防备。说什么他也会相信。
还是大王为恩人，连削藩之策都透露了。说他父亲在淮南，他以后自然会主动来亲近。他是郎中令，手握长安，守卫重权，能与此人相交，日后必有大用啊！大王英明。说什么济世为民，其实是包藏祸心。若是贤德，怎会你一提起那事物，就迫不及待的邀功拉拢？其实臣出身贫寒，家父怎会有这种珍惜之物？是他太过急于求成，也不细想便想与臣扯关系。看来刘安单骑进京，设坛求雨，诬陷皇后，背后肯定有阴谋，且非一朝一夕之事。将一切连起来，臣不禁觉得，当日冠夫与窦丞相所指，有人与田汾勾结谋反，说的就是淮南王。朕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不得不放他走。只怕他以仁德之名，早已与不少朝臣藩王相通勾结，加上他的儿子兄弟还在淮南，不知坐拥了多少兵马粮草。如今旱灾刚缓，边患未除，卫青又快要出征，若藩王再作乱，情况堪忧。陛下这缓兵之计是不得不为。希望这次放他走，能以他作饵，牵出其他乱臣党羽，让朕敬拜良机，一举连根拔起。要不然陛下先前在殿上随便一条罪名，都要他死千次万次。只辛苦你配合朕演这场戏，假扮与刘安交好，恐怕日后会给你惹来私通叛党的误解攻击。为国除害，为窦丞相与冠夫报仇，臣誓死不辞。哎呀，出去走一趟就是累，还要一包米一包米的拿给灾民。哎呀！太夫人若是嫌累呢，就该留在府里，无需出来干这等苦差嘛。还好没把你这身锦衣弄脏，不然的话我可赔不起啊。哼，我女婿出征，我当然要出去做做善事，沾沾福气，保他平安嘛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你下次就该多出点力。哎呀，这玉镯不错，可以给灾民。哎，这是皇太后赐我的，不能变卖转送，否则不敬之罪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那这耳环，这是佳儿送我的。这发簪呢？灾民要发簪做什么？又不能当米粮吃。哎呀，你这件也舍不得，那件也舍不得，你怎么行善啊？有福气怕你也沾不上啊！哎，方才那些村民还一直说谢谢太夫人，太夫人万福。是，太夫人平常不做善事，如今一做善事就有喜了。呸！我哪有什么喜啊？别以为你是皇上封的长者就可以胡乱说话。哎呀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你的女儿佳儿有喜了。我女儿有喜，谁都看得出来。她肚子都那么大了，还需要你说吗？那你又知不知道她这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这个你也会算，是男还是女？快告诉我。是男还是女？都是喜，有这么重要吗？你是存心戏弄我，是你先开的头。你说是男还是女？不然跟你没完。说。生了，太夫人，夫人进宫看皇后时，在宫里生了。是男还是女？是男孩，母子平安。哎呀，这是苍天必应，果然积善之家必有大喜。好。哎呀！公主，这玉璧若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小的一定会尽快修改好，按时让公主带回长安。不用，只要再擦拭的光亮明净一点就好了。诺。魏将军班师回朝了，汉军又打胜仗了！太好了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。是啊，魏将军骁勇善战，他回长安途中，沿途一定全都是为他高兴欢呼的百姓。
我大汉又打了一次大胜仗，实在可喜可贺。今晚侯王百官庆功大宴前，朕想先与家人畅聚。卫青，臣在。边疆隐患暂除，属你功劳最大。你姐姐和夫人都以你为荣，朕就在他们面前封你为长平侯。谢陛下圣恩，臣必当竭力尽忠，报效陛下。好。魏将军真是双喜，孩子也刚出生，取了名字吗？回皇太后还未取名。这是卫青的第一个孩子，就由朕亲自替他取个好名吧。谢陛下圣恩。你看，抗字可好？志抗直，好勇正直。谢陛下祝福这个孩子。还取抗的相配之意，寓意他的父母伉俪情深。抗字两个意思都好，孩子就叫魏抗，你们没有异议吧？魏抗很好，谢陛下赐名。谢陛下恩典。启禀陛下，汝阴侯求见。传。诺。汝阴侯夏侯颇，参见陛下。免礼。国宴时辰未到，汝阴侯好早。臣因知陛下有家具，特意提前到来，为拜见皇太后与陛下诸位亲人。听闻魏将军骁勇善战，又一次为国取胜，臣在此贺魏将军凯旋归来。陛下，汝阴地虽小，但臣仍望为社稷出力，愿将此年封地的收入献给汉军，做粮饷之用。封地收入本用作侯爵俸禄，如今你在纳贡之外进献俸禄，真是难得。他日汉军再捷，朕必论你一功。夏侯颇不为功勋，只求与公主说几句话。说吧。听闻公主一直为小君侯寻觅良师，汝阴有一位文武皆精的能士，名叫桑衣。这桑衣以仁德闻名。当年皇帝刚出世的时候，你们父皇就想召他来当太傅。儿臣也听母后提过，但这人不求功名，宁愿隐退田园，修身养性。哪怕王亲贵胄去求他，他都不肯出山相教。臣已说服这位贤士，到平阳县做小君侯的老师，此来公主就可安心，务需再为小君侯忧心，而奔走于长安、平阳两地，心疲力竭。这可真是厚礼啊！从来侯王上贡之物都没有你这里珍贵厚重啊！皇太后，夏侯颇斗胆问一问，如果以此作为聘礼，未知是否不够诚意？臣仰慕公主多时，愿一生相互相随。求皇太后恩准，求陛下成全，为臣赐婚。汝阴侯既心系朝廷，又肯为公主分忧，此事朕并无异议。可朕虽为一国之君，姐姐的姻缘还是要姐姐自己定夺。不知公主心意如何？
请陛下成全。准奏。姐姐，何事找我？弟弟坐吧。姐姐叫你过来，一起尝尝易叔叔做的烤肉。明天易叔叔就会驾着宰善之鱼南下，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回长安。我还记得当年我被诬陷杀人，囚于掖庭，公主好像就是想以易叔叔这烤肉讨皇太后欢心，为我解困吧。公主为维护我们姐弟，多次无辜受牵连，也在所不辞。今日公主就要离开长安，远嫁汝阴了。嫁得这么好，我们该替她开心啊！公主出嫁，弟弟心有不舍，是吗？不，怎么会？我是衷心的为她找到好归宿而高兴。汝阴侯出身世家，丰衣富饶，饱学识广，与公主可堪匹配。皇太后过去的思虑果然恰当。皇太后，她有问过你与公主的事情？那时盛传我与公主的谣言，皇太后曾召我入宫，陈以厉害。如今看来一切都值得，不然公主肯定会被人诬陷扶持亲党，把持外朝内宫，意图叵测。姐姐，你这皇后也会受人非议。难为弟弟了。只是弟弟真能放下吗？当日确实放不下，但如今都释然了。不过，公主性情刚烈，若知道真相的话，恐怕会对皇太后心生怨怼。弟弟放心，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，姐姐断不说半句。君后当年将公主和小君后托付于我，现在不但公主幸福，小君后也觅得良师。如今我也能够安心了。弟弟心中只有他人的托付，你自己呢？姐姐最想知道的是，你现在也幸福吗？姐姐放心，我和嘉儿过得很好。那就好。我只盼公主也能和我们一样，与夫君互相扶持，甘苦与共，喜乐同场。那下贱马奴也想斗过我，看如今是谁取得美人归了？那小人也功成身退了。若有人知当日是我要你造谣，说那马奴与公主配成一对，意在窃国。小的怎敢说出去？若你多话，闹出大事，之前的赏赐本侯定会收回。
再行严惩。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去吧。哎，是。公主累了吗？停车稍息吧。不用了，我不想你朋友酒后。没想到今后朋友这么多，我们婚后赴了不少宴会。你累不累啊？凡是见过公主的朋友，都称赞公主华贵不凡，所以大家争相邀宴，希望一睹公主的风采。既然君侯喜欢，我作为妻子的，一定陪你赴宴。不过公主放心，今日之宴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来，素问公子舒雅高贵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公主天姿绝色，如云侯真是好福气啊！说的没错。公主的气度，你们这些所谓的汝阴名妓，要学也学不了啊！就是，堂堂大汉公主，怎是这些庸脂俗粉能比的？所以小民今日特意准备了汝阴特产的醇酒美食，以配上公主的尊贵呀！感谢陈公子。哎，我的心意怎比得上君侯为公主准备的惊喜呀？是啊，太贤，带进来吧。嘿，这小马！君侯知道公主爱马，为讨公主欢心，特将此马献给公主。哎呀，这是啊！君侯难道不知道，天用墨如龙，地用墨如马吗？地上的马就仿若变相之龙，而战马更是为我大汉浴血沙场、保家卫国的功臣，岂可当作玩物？还有这些弓箭，全部都是杀敌利器，素来是制胜关键，岂能拿来玩乐，视为儿戏？这汝阴的酒席宴会向来只谈风月，一时失了大体，公主恕罪啊！我忽然觉得身体不适，先走了。公主，何不再坐一会儿？等喝完这熏酒，我陪你回去。不必了，饮酒作乐非我所好，我还是不坏诸位雅兴。先走了。那就回去休息吧。来，我们继续喝酒啊！来，添酒，来喝。请公主息怒。你这是闹什么？我要回宫。你摆什么公主架子？方才你当众让我尴尬难堪，我都忍了。现在你竟然说走就走！你当我这汝阴侯府是什么地方？你是公主，我也是侯爵。你是侯爵又如何？别在我面前摆威风！你是我的妻子，我平时顾全你是公主，凡事迁就忍让。今日好友难得共聚，你却让我如此难堪。若是以前，我又何止是喝酒？原来你一直表现的高雅贤德，其实你和那帮狐朋狗友一样。是，我就是这样。谁叫我生来就是个侯爵，只懂饮酒作乐。我又不是马奴，我既不用做杂役，也不需要每天跟马打交道，更不用拿战弓骑战马出去打仗，还真没有卫青那些本领啊！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好意送马给你，若不是因为我把它扮成战马，让你想起卫青，想必你也不会这么生气吧？难道你也信那些谣言？
认为我与卫青两个人有私情。如果没有私情，公主怎会亲自挑选马雕？怎会亲自送到他府上，当众送赠，表达爱意？你不知羞耻！你别把我当做草屎，任你颐指气使。你竟然敢伤本公主！难道你就不怕我上告皇上与皇太后，说你伤害本公主？到时候你连着侯爵都难保。只怕事情传出去，你这个公主的面子更难保。爵侯是否与公主同行？去哪儿？宫里派了人来说，皇太后早前染上了风寒，一直拖着不好，现在更是每况愈下，所以特召公主回宫。好了，无需多言。车备好了没有？备好了。叫人来拿行状。诺。公主，闲杂人等，不必跟来。草木再茂，也有凋零萎落的一日啊。早晚天凉，母后不如早些回宫吧。哀家身子越来越差，怕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看这风景了。就让哀家多看一会儿吧。母后凤体金安，病会好起来的，何必说丧气话呢？哀家是说实话，哀家的身子自己清楚，气息越来越急促，吸口气，胸口都会发疼。从前与哀家一起入宫的滑稽，走之前就是如此。母后，没关系，儿媳孝顺，又有儿女疼惜，哀家已不枉此生了。只是哀家有一事放不下，这事需要你帮忙。母后请吩咐，臣妾一定做到。子夫啊，哀家知道你温婉贤淑，对我这个母后更是体贴孝顺。臣妾只是尽儿媳的本分，只怕侍奉不周。平阳不在身边，你照顾哀家的起居，在意哀家的喜怒，犹如亲生女儿啊！你可知道，哀家也视你为亲生女儿。作为母亲，这事难以开口啊。母后，但说无妨。彻儿，他只有一个皇子，不够啊。为了大汉根基稳固，汉室定要开枝散叶。你生巨儿的时候坏了身子，再怀孕较难了。可彻儿，他眼里只有你呀。你身为后宫之首，延绵后嗣，是责无旁贷呀。母后，臣妾从来没有专宠之心，请母后放心，臣妾定会帮皇上安排采选，保大汉后嗣昌盛。你果然贤淑豁达。想起曾经对你的误解，如今又要把你夫君推向他人，母后的心里也是不安呐。母后，别这么说。现在想起，平阳与你好像不比从前了。也不知道是否因为哀家
阻止了他心中所属的那一段姻缘。母后，臣妾与公主相安无事，请你放心吧。即使有什么误会，也都能化解。哀家也是为了她的名声啊。她现在嫁了一个世袭侯爵，风雅又有才，爱她又疼惜她，也应该把怨气都放下了吧。母后，母后，皇太后，快去太医殿！皇太后，怎么样？说呀！皇太后她恐怕……巧巧，快去禀告皇上。诺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，是平阳来了吗？母后，母后，儿臣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母后觉得怎么样？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刚梦见你在如茵过得不好，女儿啊，母后刚梦见你被人欺负，还梦见你回不来了，幸好只是梦。你还是赶回来见母后了。女儿别哭啊！儿臣记挂母后，喜极而泣。让母后看看，你千金之躯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小小瘀伤，没事的。我和夫君去泛舟观潮，水涨浪高，我不小心撞伤了，夫君亲自为我敷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骗母后！如茵现在正闹旱灾，哪来的水泛舟观潮啊？母后，我没有骗你。母后，子夫他一直注意如茵的情况，因情水旱，他都告诉母后了。你骗母后，难道你真受欺负了吗？没有，母后，我没有被欺负，没有。叫他进来，母后，叫他进来。母后，母后，你别这样啊！母后，难道他没跟你回来？母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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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儿啊，你新婚不久，母后就病倒了，你长途回京，他竟让你一个人回来。母后，母后，你别动气，你别动气，小心身子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，我没事的，我没事。母后，你别生气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么多年你都在母后的身边，
想不到母后余下的日子没有你，而你竟是在如阴受苦啊，女儿！我没有受苦，我没有受苦，是母后不好，母后不该把你嫁得那么远啊，母后不该呀，女儿，母后不好啊，母后，你别这样，母后，你别生气，你别动心，抬一亮，抬一亮，母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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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抬一亮，快！母后她怎么样？皇太后，回皇后，公主，皇太后她已崩逝。母后怎么会崩逝？她刚才还好端端能和我说话，还有精神。不会的，你再胡说，我杀了你！公主，快来，快来救醒她！你快来救醒她！快来，公主！公主，母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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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，我回来了，我不走了，我留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母后，你听我说，你别担心我，我过得很好，我过得很好。母后，母后，公主，请节哀，母后已经崩逝了。你走开！皇后，皇后，你别对我猫哭老鼠。我远嫁他方，不能侍奉母后。让母后担忧我，恨恨而逝，我种种不幸，一切痛苦，都拜你为子父所赐。参见陛下。记得吗？是平夜。犹记当初，朕登基不久，母后也刚迁到这长秋殿，姐姐送来凝神延寿的仙株香草，朕就在庭院种下平树。公主心细，而陛下虽是一国之君，也愿亲重平树，孝亲情切。母后有子女如此，是可含笑泉下，还请陛下宽怀。你不知道，姐姐总说种果树好，可朕却偏要种这平树。也不细想，一棵平树要20-30年才能结果，最后朕连一颗苹果也不能孝敬母后。
急得我初登大同。母后为了朕，总是察言观色，在祖母与姑母之间好言讨情，备受嫌弃。朕总想着，等到独掌大权，逍遥无虞之时，能与她相聚在这平树下。陛下，别再自责了。怎能不自责？生前不能多陪伴，如今母亲不在了，她最关切记挂的人，朕却又照顾不周。陛下是指公主？姐姐之前独自回京，朕便觉事有蹊跷。如今汝阴侯前来奔丧，夫妻二人貌合神离，同在长安，却一个住在平阳侯府邸，一个居于汝阴侯府邸。可见他们夫妻不睦。难道当初这婚事，朕赐错了？陛下，新婚夫妻需时疏导，才能情意相通。陛下日理万机，已经劳神，这些家事，不如让臣妾代劳吧。朕自愧对母亲、对姐姐不够细心，对众平庶之事一意孤行，对姐姐之婚事不曾细问。陛下心细如臣才对。当年坚持种着平树，不正是体贴母后废墟气弱，兼有喘咳之急吗？这平树啊，清爽养气，对废墟者甚有疗效。叶泛亮黄，看之令人如沐朝阳中，舒怀心暖。这些年来，母后总爱在这树下乘凉。尽享陛下心意。真是知朕者，莫若子服。如能吃到苹果，固然甜在口中，但母后每每在平树下休憩，想到陛下细心之处，早已甜在心中了。此树千年茂盛，代代相传，意义深远。臣妾还记得，母后让臣妾多给卫长他们讲故事。来日，臣妾就将陛下种树的故事告诉他们，让子孙们都能知义行孝。子服。国丧当前，外敌言而无信，再来扰边，而各地的诸侯王又纷纷要求来京致祭，是真的一片孝心，还是乘此内忧外患之机，借机另有图谋？陛下，卫青愿再上沙场，击退扰边外敌。至于各诸侯，臣会派人监视，依礼奔丧游客。若有暗携兵马，必截击扑杀。请陛下安心，为皇太后执葬祭之礼，尽孝子之情。有你二人护卫左右，朕本应心安了。然而，朕知道有人图谋不轨，却难知其动向，实如芒刺在背。请陛下以龙体为重。刘安虽不得踏入长安，但朝廷百官、封疆诸王有多少与他勾结？尤其是他那个亲弟弟衡山王刘赐。若他们兄弟二人同心，江淮一带不就落到他们掌控之中？陛下，臣请旨赴淮南。去淮南，有何作为？你是想借寻父亲之名，访淮南王宫？趁机假意巴结，博取刘安信任，暗探淮南民间虚实。此策虽好，但刘安面慈心险，臣定会万事小心。朕已失慈母，不能再失贤臣之己。臣谢陛下抬举，定会事事谨慎。臣
必定会将淮南情况尽告陛下。段兄弟何不早来信，让寡人及早安排住处舟车？段宏不敢劳烦大王，实在是知道家父消息后，心中牵念不断。近来更是时常梦到父亲，觉得父亲行踪可能已有眉目，故请告前来。不知大王是否有家父消息？只怕让段兄弟白走一趟了。我虽找人全力寻访，可惜仍未有佳音呐。难道真如相公所言，今年诸事不顺？段兄弟还有何事烦心？何不一吐为快？我素性耿直，先前在殿上顶撞皇上后，便遭冷落。而那卫青从前兄弟相称，如今位高权重，便日益嚣张。若不是为救寡人，你也不会失了皇上的宠信。是我连累段兄弟啊！来，大王切勿自责。皇上专宠魏皇后，那卫青自恃是外戚，不把昔日情谊放在心上。实不相瞒，皇上老谋深算，怕大王趁国丧兴兵，已在入京沿途埋下伏兵。大王安守本分，宽宏大量，皇上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皇上对寡人何以猜忌至此？自从皇太后驾崩，寡人吃的是素宴，听的是清音，我怎可能趁国丧兴兵啊？大王，请当段宏酒后胡言，莫放在心上。段兄弟难得到此，不如多留几日。寡人虽无丰盛的宴席歌舞，倒是有素宴清音，可以让段兄弟舒舒胸怀呀。大王盛情，段宏不敢相拒，也好趁此机会寻找家父的下落。段兄弟，你放心，寡人一定鼎力相助。这庭院早前开了一朵并蒂芍药，本来想邀公主与君侯来赏花散心，不料公主一直在病中。公主丧母之痛犹在，望皇后恕罪。花开并蒂是难得景象，臣与公主也遗憾未能观赏。景象确实难得，但其中情致更可贵。是，这同心、同根、同生、同福之意，的确令人向往。倘若夫妻之间也能如那花一般，便能和睦珍享，其乐融融。想必皇上和皇后便是如此。可本宫更希望天下夫妻都是如此。本宫听闻，公主回长安之后，一直未与君侯同住，只独居于平阳侯府，可有此事？公主为皇太后病逝而忧伤，欲独处自宽。臣一时也不知如何安慰，便顺了她的意思。你们还是新婚，分各两处，不会挂念吗？公主亲睹母后病逝，忧伤交煎，正需要怜惜抚慰。臣有怜惜之心，可是夫妻同心，君侯理应担起为公主分忧解伤之责。君侯若能解公主愁烦，就不枉皇上对你的信任，将亲姐终身托付于你了。是臣疏忽了，
毕竟是新婚，需时调和。臣会前去平阳侯府慰问，待公主情绪平复，再接她回府邸。这就好。花虽并蒂，却始终各占一面，各有经历。公主自小长于宫中，备受皇太后与皇上的呵护迁就，又独立果断。若有言语行事触犯到君后，还望君后多包容谅解。皇后言之有理。臣认为，既是同根同心，又怎会有嫌隙？即或有，臣亦不该计较。臣定会与公主好好相处，笑纳鸳鸯比目。小弟发现有异病，就将飞鸾分割开了。为什么会染病呢？小人知罪，幸好他现在已无大碍。飞鸾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如今母后崩逝，我又错嫁夫君。若连你也有什么差错，我就连这世上唯一的相知都失去了。往后的日子，酸甜苦辣，我向谁倾诉？我远嫁汝阴，不能把你带走，你我都孤苦伶仃了。但是即便苦，我们也要自强，不要让亲者痛，仇者快，知道吗？你来看飞鸾啊？皇太后仙逝，死者已矣，请公主节哀。其实宫里宫外疼惜公主的人很多，你并不孤单。听说你又要出征了？是。保重。公主也保重。见过君后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小人告退。我想见公主一面，平阳侯府不见你，便来这马场，希望能见到你。怎知似乎来的不是时候。君侯何出此言？你与旧日仆役在此相聚叙旧，我突然出现，是不是坏了你的喜悦之情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与卫青相约在此，我们只是在此巧遇，难道你认为是我邀他来的？不错，我正是如此认为。我这个夫君深悔先前在如阴的时候言行莽撞，一直忖度如何与你修好，我真是枉费心思。你完全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，若无其事的和这个马奴私会。这个马场属我平阳侯府，而且是为汉室饲养战马的地方。这里出了疫病，于公于私，我前来查看，有何不当？卫青乃大汉将军，关心战马情况，更该来此料理。我们光明磊落，哪里有你这种小心眼？看的全是肮脏。世上是否真有这么多巧合？你与他是否真的光明磊落，还是有不可告人之事？事实如此，信不信由你。我只相信我的双眼。我本前来为你解忧，安慰你丧偶之痛，却亲眼看见自己的妻子在难过之时，最需要的不是自己的夫君，
竟然是一个马奴！我视你如珍宝，事事以你为尊，你竟然视我如无物。看来皇后说的对，你自小受人呵护，被人迁就，根本就是娇生惯养。你独立果断，根本就是任意妄为。我对你的心，从此化作尘泥算了。哼！皇上驾到！菊儿怎么样了？据太医令说是伤寒入肠，所以才发热不退。陛下，是臣妾不好，菊儿病发之初没有好好照顾，如今菊儿定得上天眷顾，逃过此劫。你先别自责了。可太医令说退了热，病情才有转机，否则……你几日没睡好了，先去休息吧。菊儿，由朕来照顾。臣妾不累，臣妾必定要看着孩子退热了，臣妾才能安心。下去吧。陛下，你用膳后就回去休息吧。国事繁重，明日还要早朝呢。不，朕只有这一个儿子，现在病危之时，朕哪能说走就走？朕已经命人将奏章搬到这里批阅，与你一起，亲自看着孩子退热了，病情缓了，才能安心。有夫君若此，子服夫复何求？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，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。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，等一个结果。蝴蝶飞过沙漠，爱得太执着，人间的风光都看过，才领悟曾做过的是最动人的景色。你守卫在我心底，直到天地要将我们分离。你的笑脸比思念还清晰，比流水还彻底，包围我的天地。你守卫在我梦里，不让黑夜留下一点痕迹。你的心比呼吸还细腻，比春雪的清晰，熟悉我的回忆。做得好！你这次淮南之行，牵制了刘安，让他不敢乘时兴乱，皇太后的丧事能顺利办好，而卫青也能专心出征。这是臣分内之事，愧受陛下夸赞。今次深入淮南，可有为朕带来好消息？确有好消息。陛下顾虑刘安与齐地衡山王联合共事，
原来二人关系生疏，衡山王更害怕刘安将其吞并，而开始结交宾客，以抗衡刘安。如此甚好。他们兄弟若自相残杀，我们不单免了后顾之忧，更能换取时日养精蓄锐，查出刘安的党羽，将其一网打尽。臣一回京便听闻皇子病重，现在如何了？折腾了几日，如今已经痊愈了。真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。孩子偶有病痛，平常不过，一个个却小题大做，催促朕裁选。朕才不会听他们的唠叨。陛下英明。陛下，皇后求见。参见皇后。段大哥回来了，快请起。谢皇后。陛下。是菊儿有事吗？没事，睡得正甜呢。那你还过来飞长殿，应该好好休息。这几日你消瘦了。臣妾有要事，请奏陛下。哦，什么事？菊儿这一病，让臣妾深深体会到，我大汉子嗣必须绵延昌盛，所以，请陛下接纳裁选。